靓仔，你是不是总找不准角度球的瞄准点，趴下去头脑空白，总是打不进球？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假想球瞄准法，科学的训练出假想球的感觉。什么是假想球呢？就是想象出来的白球。当白球接触目标球时，两颗球心的连线就是目标球的运动方向。假想球向左，目标球就会打到右边；假想球向右，目标球就会打到左边。所以当假想球和目标球球心指向袋口的最佳进球点时，才能够将球打进。新手在判断假想球位置时，需要注意两个维度：一、连线。首先找到袋口最佳下球点，这个知识点我结尾的时候会讲到。接着再与球心进行连线，同时感知这条进球线的体积宽度。第二，顺着这个体积宽度向后复制一颗球的大小。这两步其实都不难，难就难在这颗假想球要向后多少呢？到这里可以吗？明显不对嘛，两颗球都没有接触上，那这里呢也不行，需要再向后移一些。所以新手在初期训练时，可以先拿一颗真实的球放上去，然后再站在白球的正后方，去感受假想球该向后多少距离。此时的这条路径就是最佳的进球线路了，只要将球杆放到这条线上，就能将球打进。接着再训练各种不同的角度，直到大部分的角度球都非常熟悉假想球的位置后，你会发现基本上就不需要假想球了，它球心所在的位置就会直接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点，这样你出杆就会更加具有目标感。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最佳下球点。对于像这种正对袋口的球，球袋中心就是最佳的下球点，因为即使你偏左了一点或偏右一点都能进。目标球如果跟中袋的角度比较大，最佳下球点就是这个袋角，因为此时如果先接触到左边的袋角是打不进的。对于贴库球或者半贴库球也是一样的道理，需要瞄准这边的袋角去打，才能比较容易进球。下课。打台球必学的9个杆法击球点开始教学。白球的每个击球点都是可以控制白球不同的走向。把目标球想成是一个圆心，就像一个俯视的白球。以直线为例，白球想往哪个方向走，就打白球哪个点。先讲基础杆法：高杆、中杆、低杆。进阶杆法加赛的话，就先用中杆瞄准目标球进球点，然后手架不动，移动后手到对应的击球点上。高杆左塞，高杆右塞，中杆左塞，中杆右塞，低杆左塞，低杆右塞。靓仔，你学会了吗？下课。靓仔，你总是输球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10个超实用的技巧，学会后打赢身边大部分人。技巧1：带角球。实战中遇到这种球型，想直接击打进球点，很容易弹出来。这种球啊，只要中杆对准目标球正中间打就可以了。旁边有障碍球时也非常好用。底袋带角也是一样的方式。技巧2：带角解球。遇到目标球在袋口，所有的正常线路都被阻挡时，就可以利用带角反弹来进行解球。先用中杆瞄准石板与带角的交界点，用高杆中立一打就可以了。技巧3：遇到这种底袋笔直的球，很难走位到黑球的位置，导致击打黑球有难度。这种球啊，可以利用中高杆发力，通过带角2次反弹改变白球走位的线路向上走，这样就能轻松的赢下这局。低杆也可以利用同样的原理，让白球向上走，顺利交到黑球的位置。如果遇到的是中袋直球，想向左边走，就瞄在偏右一点的位置，用高杆击打，白球就会碰到右边袋角，向左边反弹。如果想向右边走，就可以瞄准在目标球偏左一点，白球就会碰到左边的袋角，再向右边反弹，顺利走到黑球的位置，赢下这局。技巧4：遇到一颗目标球在袋口，另一颗目标球在库边，如果直接对着袋口球进球点去传球的话，下一颗目标球容易向上跑，不好打。此时可以对着这个袋角球去传球，那么它就能顺利的停在袋口的位置，方便下一杆继续击打。技巧5：如果最后一颗球被对手的障碍球阻挡，也没有比较好的防守线路时，可以用中杆瞄偏一点点，小力一推，控制好力量，让白球刚刚好吃库，利用袋角挡住对手的击打线路，做一杆极限防守，容易得到自由球，赢下这局。技巧6：贴库球。如果得到一个自由球我方有球贴库的话，要利用这个机会先解决最难的贴库球，直接把自由球放在离贴库球1毫米的位置，朝45度方向去击打，就能轻松打进贴库球。技巧7：加塞球。想要走位黑八的话，大力加左塞是过不去的，可以用小力高杆左塞就可以轻松走到位，这个也叫做软塞。
技巧8：勾库球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被对手防住，直接打，容易先碰到对方的球，造成犯规而输掉这局。我们可以利用库边的弹性，朝库边方向用中杆大力击打，就不会犯规。技巧9：难度球。当遇到这种球型，先打袋口球的话，第2颗球就会比较难打。那么可以选择把难打的球传进袋口球，这样难度球就变成了袋口球，大大提升连杆率，拿下这局。技巧10：扎杆球。白球打目标球的角度是向上的，打完后会向上跑，结果黑球不好打。此时可以先用中杆瞄准进球点，平移球杆到右塞的点位上，也就是瞄在进球点偏后的位置。此时再抬高后手，这样打进后，白球会拐头回来，走到黑球的位置。如果你也想轻松的打出这些杆法，点赞收藏后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。是不是每一次一想加点杆法走位，球就打不进？其实你原本瞄准好的球，只要后手有微小的偏动，杆头就容易偏离中轴线，白球就会歪得离谱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后手不歪吗？有，记住后手的这个每个部位啊，它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。学完这节课，力量大去打高杆也不会歪，力量小低杆也能准进，甚至角度球的准度都会大幅度提升。先来说说手臂的每一个部位的主要功能。首先是大臂，它是负责来锁定球杆的方向的；小臂是来提供出杆的速度；手腕是用来对速度进行补充的。我们需要充分的将各个部位进行独立开来，并通过训练让它们完全熟练，这样就能够让每一个部位自然的衔接起来，打出我们各种出杆不同的需求。首先是大臂，我们需要先能够感受到大臂的方向感。职业选手的大臂往往都是与球杆方向一致的，也就是肩关节和肘关节的连线与球杆的方向完全重合。但是大臂是在头的后方啊，趴下去又看不到，我怎么知道它的方向呢？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感受一下大臂的方向。找一条直线趴下来，要去感受好像有一根线吊着的感觉。此时将小臂向后提到一定的高度，松掉小臂的力量，小臂就会自然的掉下来。此时啊，去观察球杆前面的部分有没有与这条线重合，如果没有，那就调整一下大臂手肘的角度，往外点往里点都可以，直到小臂摆动起来的时候，球杆能够自然的与直线去重合。此时啊，我们要去记住大臂周围那一圈肌肉的状态感觉，这样你就找到了你大臂的方向感。大部分的出杆歪啊，都是由于大臂在出杆时候的偏移所造成的，所以我们还得去训练大臂它方向的锁定能力。那么锁定主要来源于2块肌肉，一个是连接肩关节的这个上胸部位的肌肉，一个是它背部的这块的肌肉。那么这2个肌肉呢，共同限制了大臂它左右的方向。只有这2块肌肉会将大臂牢牢地锁定在一个方向之中。我们在刚才用第1步的方法找到大臂的方向感后啊，可以去叫上一个小伙伴，在大臂的左右连续的去推一推，去强化一下肌肉的这种锁定力量，再通过在这条直线上进行运杆和出杆，去加强大臂的方向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你在实战当中趴下去打球的时候啊，只要一开始瞄准的方向是正确的，你的出杆就都不容易歪了，精准的将目标球打进，并且还能用出自己想要的杆法。下节课我们来讲讲如何加强小臂和手腕加速的功能。想要全面系统学习的靓仔，加入高手班或者大师班，别忘了点我头像发我666哦。下课。靓仔，你是不是一遇到这样的球就打不进？有一招特别管用，奥沙利文都在用，那就是对直了趴下去，杆头向左挪动一点点，放心大胆的出杆，就能哐的一声精准打进。是不是很神奇？这就叫做辅助赛。为什么我平时用中杆直接瞄进球点的时候就打不进呢？而这一招却能够这么轻松的打进？平时我们大家是不是练习5分点比较多，对直线球的感觉比较好，10颗进10颗都没有问题？那么在偶尔一次失误的时候，你还记得目标球偏到哪里去了吗？是不是大概会在这个范围里面？我相信这一杆在你趴下去的时候，身位的方向一定是正确的，只是在出杆的时候后手偏动了一点点而已。所以身位对准一个方向之后，其实目标球能被打到的范围区间是有这么大的，而我们平常最熟悉的就是直球的身位，所以像这么小角度范围内的库边球啊，都可以以直球的身位进行入位。用平时熟悉的直球感觉来增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之所以打不进啊，主要还是对自己的瞄准不自信，不是害怕偏左了，就是害怕偏右了。所以最后一步最为关键，杆头向左调整完之后，出杆时要感觉直接对准进球点去出杆，
有了精确的目标点来引导后手的出杆方向，就更加进一步的增加了安全感，最终就可以轻松的精准打进了。如果是这种角度的话，杆头向右调整一点就可以了，也能轻松打进。角度稍微再大一点也可以。总而言之，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用这种方法。友情提醒，如果直线球没有10颗进10颗能力的人，就不要用这个方法了。好了，下节课继续讲解其他加赛瞄准的技巧。想要系统学习进阶技术，一定要去看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作品。下课。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，台球里面会有叫左塞或者右塞，但是又有叫顺塞或者反塞。那么这个球型将会帮助你解决顺塞和反塞的理解难题。今天让我们深入来研究一下。我们都知道垂直击打库边，笔直进去会笔直出来，加左塞会往左边跑，加右塞会往右边跑。那如果以一定的角度击打库边呢？我们以这个球为例，不加塞击打纯高杆，它会刚刚好 K 到黑球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左侧旋转，白球吃库后会是什么效果，也就是顺塞。根据白球轨迹的线路可以看出，顺塞让白球的反射角变小了，同时还让白球产生了加速的效果。我们再打一个右塞，也就是反塞，反塞会让白球的反射角度变大，同时还有减速的效果。你看这个效果的对比就非常明显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打低杆，正常不加塞低杆是会碰到这颗球的。大家思考一下，现在的顺塞是左塞呢，还是右塞？提示一下，顺塞可以让白球吃库后加速，反塞会减速。是的，那顺塞就是右塞。来看一下，白球加速了，同时反射角也变小了。反塞就是左塞了。来看一下，白球产生了明显的减速效果。从这两个球型也可以看出，用顺塞和反塞的描述方法，我们可以更清晰的去判断白球的速度和反射的角度。如果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，也更能够体会到这杆打完后白球想要停的位置。好了，下节课来教一下大家加塞如何瞄准的技巧。想要系统学习，课程哪里找？去看我主页置顶第1条。下课。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将受用一生。技巧1：勾库球。遇到这种情况被对手防住了，直接打容易先碰到黑球，造成犯规。可以利用库边的弹性，朝库边方向用中杆大力击打，就不会犯规。技巧2：平行勾球。2颗球平行，就取1/2，延伸到对面库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立，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3：大角度贴库球，直接击打很难找到进球点。袋口在左侧加左塞会增加进球点的容错率。如果直接打到进球点能进，如果先碰到库边，库边会凹陷进去，再通过旋转撞击到进球点也能打进，非常好用。技巧4：定杆口诀，力量越小打点越低，距离越远打点越低。技巧5：小力击打。当白球贴库时，如果需要小力击打，手架是这样的，食指中指相贴，与球杆同一方向，手架尽量靠库边边沿，并且平放，能够大大的增加出杆的稳定性。技巧6：白球弹库跳。当白球被围死在袋口附近时，直接用跳杆跳球非常困难，此时只需要斜对库边击打中高杆的位置，白球就能轻轻松松越过球堆，将黑球打进。技巧7：最新的中式台球规则，如果目标球贴库，白球击打这颗目标球后，需要至少碰触库边1次，或者这颗球碰到了其他库边才不犯规。像这样小力的撞击目标球，白球没有碰库是属于犯规的。如果将贴库的目标球撞到另一颗贴库球之后，假如没有任何球在吃库，这样也算犯规。考考大家，这一杆有没有犯规呢？评论区告诉我答案。下课。打台球走位力量控制不好，你就这样练。1、杆速训练，一颗球推出去，停在中袋连线位置，一颗球弹库停在这边的底库位置，去感受球线性减速的感觉，从此白球想停哪就停哪。2、中杆分力训练，固定一个力量打中杆，直球没有分力会定住。一点点角度，白球会朝进球线90度切线走一点点，角度继续增大，白球分力也会逐渐增大。但凡练半个小时，都会大幅度提升分力的感知能力。3、旋转控力训练，直球打低杆，固定击球点位，先从定杆开始，用最小力，逐渐增加力量，让白球退回到原来的位置。
再继续增加力量，让白球退回的距离翻1倍。练完这3项，你就会大幅度提升整体控力的能力。小哥。